我们摘了一大包的葡萄，这边是接好的清水，我们用清水把葡萄浸泡一下。我们就是这样整串的清洗，因为我们自己家产的葡萄是没有打过任何农药的，所以我们就这样稍微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浮尘和杂质洗掉就可以了。不要把葡萄弄坏，葡萄皮上的白霜也不要洗掉，那是野生的酵母。这是我们第一遍清洗好的葡萄，我们接下来再清洗一遍。好了，接着我们把葡萄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沥干水分。我们在户外晾干水分的时候，把纱网给它罩上，这样的话蜜蜂和苍蝇就不会进去了。另外，我把电风扇也给安排上了，这样能吹一吹风，也可以防止苍蝇过来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准备了一套葡萄酒的发酵装置。首先，初次发酵的时候需要这样一个发酵桶，这个发酵桶上边是带有透气孔的，这个空气阀可以插到发酵桶上边，到时候透气用。同时，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细的尼龙网，这个是用来过滤葡萄皮和葡萄籽的。这个就是初次发酵的装置。初次发酵完之后，我们还需要二次发酵，这个就是二次发酵的装置。首先是这个玻璃的发酵瓶，我这个是1加仑的，上面有一个有孔的橡胶塞儿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和初次发酵一样的空气阀，这个空气阀到时候插在这个瓶盖上边，可以排出发酵的气体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这样的虹吸装置，用来抽吸葡萄酒用。我们需要把刚才提到的所有的酿酒的器具都彻底清洗干净。我使用这种酿酒设备专用的清洗剂进行清洗杀菌。它的用法是把1大勺的清洁剂放入1加仑的温水里边，然后用这个清洁剂水清洗设备。我还有一个这样的配合电钻使用的搅拌器，这个是用来搅拌葡萄酒，给葡萄酒脱气用的。我接了半桶，也就是半加仑的温水，然后用这种蓝色的1/2大勺的勺子加上1勺的清洗剂。我们先把托盘清洗干净，然后之后清洗过的东西都放到这个托盘里边。这个纱布也给它清洗干净。接着是空气阀也清洗干净。这是我们清洗干净的酿酒设备。接着我们把晾干的葡萄拿过来，剪好的葡萄粒摘下来，把它放到这个发酵桶里面去。我们就这样把葡萄粒加到桶里边。按照制作说明，我们2加仑的桶应该是准备16到18磅的葡萄。我们接下来用手把葡萄捣碎，装到尼龙网里面去。我们在捣碎葡萄前，先用酒精把手消一下毒。这个手也是提前清洗过、晾干了的。这样能够避免把细菌带到葡萄里面去。我们就是这样把葡萄捏碎，然后放到这个尼龙网里面。我们再使劲的给它挤压一下，葡萄挤得越碎越好。我们先暂时捏成这个样子，然后等到放到纱网里之后，最后再使劲给它压一压。好，我们葡萄都加到这个袋子里了。我们现在用手使劲把它捏一捏，捏得越碎越好，把葡萄的汁都给捏出来，然后把果皮和果肉都给它捏碎、捣碎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大概有3/4桶的葡萄，这些大概是15磅左右的葡萄。我们也不能加太满，上面要留1/4到1/5的空间。因为发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如果加太满了之后就会溢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盖子轻轻的盖上，
现在这个阶段不能盖太紧，要让它能够透气，能够呼吸，这样才能顺利发酵。接着我们把这个空气阀装起来，然后插到这个盖子上边的这个洞上边。这个空气阀里面我们大概要加1/2的水。行，就加这么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空气阀里面这个装置放进去，最后盖上盖子，然后把它插到这个洞里边。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接着把这个桶拿到室内，放到室温下保存。室温大概是65到75华氏度之间就可以了。初次发酵的过程中，室温在65到75度之间是最合适的。我们先等上12小时，然后测一下糖度，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一些糖，最后再加一些酿葡萄酒专用的酵母。我们用比重计测量一下初始的葡萄汁的比重，从而推测出葡萄汁的初始甜度。我先用虹吸管抽一点葡萄汁出来，放到量杯里面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比重计放进量杯里面。现在看它的刻度应该是在60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比重应该是 1.060。我们查一下，比重是 1.060 的话，对应的甜度应该是 14.7。然后根据温度不同，它还有一个校准值。我现在室内的温度是华氏73度，所以我测出来的值应该再加上 0.4。所以甜度应该是在 15.1 左右，而校验过的比重值应该是在 1.062。我把这些初始的数值都记下来。我们是9月5号开始酿造葡萄酒的，葡萄的重量是15磅，放到了2加仑的桶里面。初始的时候，葡萄汁的比重是 1.062， 甜度是 15.1。现在已经过去12个小时了，我们来加酵母。这个是酿红酒专用的酵母，一小包有5克，可以处理5加仑的葡萄汁。我们2加仑的葡萄放上半包或者1包就可以了。我们准备大概50毫升的清水，温度保持在35到38摄氏度之间，用来激活酵母。我们把酵母倒到水里面，等上10到20分钟让它激活。20分钟之后，酵母被激活了，我们把激活的酵母加到酒桶里面去。然后我们均匀的搅拌一下，之后我们把盖子轻轻的盖回去，轻轻放上就可以了，不能盖紧，要保证空气能够进入。发酵是需要空气的。我们在测完葡萄汁比重之后，如果它的初始值低于 1.090 到 1.1 之间，那么原则上我们是需要加糖的。加糖的量需要计算一下。我们的葡萄汁测出来的比重是 1.062， 所以它的预测的酒精度就大概是在8度左右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酿出酒精度为15度的葡萄酒，那么从8度到15度需要提升7度的酒精度。一般1升的葡萄酒提升1度的酒精度需要大概17克左右的糖，换算成加仑的话，就是1加仑的酒提升1度的酒精度需要65克的糖。我们用2加仑的土进行初始发酵，大概预计就是出1加仑左右的酒，所以我们1加仑的酒要提升7度的酒精度，就需要加455克的糖。考虑到转换过程有损耗，所以我们加500克的糖。我们选择在2天后葡萄酒发酵活跃的时候来加糖，这个时候更有利于从糖到酒精的转化。现在是加入酵母以后过去24小时了，我们打开看一看发酵情况。发酵的非常好，发酵的泡沫在葡萄汁上形成了一个盖子，我们需要搅拌一下，把这些泡沫压下去，混合到葡萄汁里。在发酵桶里边进行初次发酵期间，我们每天都要把盖子打开，搅拌一下。今天先这样，我们把盖子盖回去，让它继续发酵。今天发酵已经有2天了，我们按计划先准备500克糖。我们酿酒是为了让糖转化成酒精，所以白砂糖就是最好的了，没有必要使用冰糖或者其他的糖。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发酵2天的情况。我们把糖加进去，我先加一半，搅拌一下，然后再加上另外一半。
行了，我们再把盖子给盖回去。这是3天后的发酵情况，打开盖子之后，已经有一股很浓的酒精味了。我把上面浮起来的东西往下压压，然后再搅拌一下。我继续把盖子轻轻盖回去。现在发酵已经有4天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情况。我们还是照例把浮在上面的皮和纱布袋子给压下去，然后再稍微搅拌一下。刚才闻了一下，现在酒味已经挺重的了。我们还是继续把盖子盖回去。整个初次发酵的过程都是把盖子轻轻地盖上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盖紧。今天已经发酵5天了，我们还是照旧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再搅一搅。今天酒的味道已经很浓了。今天发酵已经过去6天了，我们打开盖子再看一看。我们还是把上面漂浮的发酵物往下压一压，然后继续搅拌一下。现在发酵已经不明显了，我这次把盖子盖紧。因为时间上已经差不多了，我把盖子盖紧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还有没有气体出来。如果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气体了，就代表初次发酵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到玻璃瓶里边进行2次发酵了。我们葡萄酒的初次发酵已经过去有8天了，现在该开始进行2次发酵了。我们首先给2次发酵用的玻璃瓶消一下毒。我们给发酵用的玻璃瓶加上1/2加仑的水，然后再加上半茶勺的专用的消毒剂。我们就这样使劲摇晃一下。我们等会儿需要用虹吸管把红酒吸出来，装到这个瓶子里面，所以把这个虹吸管也消一下毒。好了，我们清洗干净后把水控干，接下来就可以给红酒移瓶了。我们先把盖子打开，已经有一股很香浓的酒味了。我们使用虹吸管把酒抽到这个玻璃瓶里面去。我们把纱布里边的葡萄汁尽可能多的挤出来，我们再拧一拧，看看还能不能拧出来。行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终于装满一瓶了。我把瓶子用酒精湿纸稍微擦一擦，然后我把橡胶塞给塞上。然后装上空气阀。我们给空气阀加上水。行了，这就弄好了。接着我把这一瓶酒放在室内阴凉的地方，让它进行2次发酵。我们等上2个月的时间，应该就能喝上酒了。桶里面还剩了一点，我们给它过滤一下。最后还剩了2大杯，我们一会儿用比重计测一下数据，然后就把它当成葡萄汁来喝掉了。味道还可以，已经有一点红酒的感觉了。它的比重已经接近0了，说明糖分都已经转化成酒精了。这个是酿酒剩下的葡萄皮和葡萄籽，我们拿去堆肥。葡萄酒的2次发酵过程已经在室温65到70华氏度的条件下进行了2个月了，现在已经发酵充分了。我今天把它移到一个新的瓶子里，做进一步的澄清处理。我们看一下2次发酵过程中自然沉淀的过程，沉积了很多的杂质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把上层的酒给抽出来，把杂质留在瓶子里。我把瓶盖打开之后，葡萄酒的香味还是非常明显的。我准备了一个这样消过毒的空瓶子，把葡萄酒倒到这个瓶子里去。
我还是用虹吸管，用虹吸的方式把它倒过去。右边就是抽出来的葡萄酒，左边是剩下的不要的残渣。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澄清处理。我们拿一片这种专用的澄清剂给它捣碎，然后我们给它加到葡萄酒里边。这一步其实一直以来是有挺多争议的，有的人觉得应该加，有的人觉得不应该加。我还是选择做这一步，毕竟可以杀菌，还有除掉一些有害物质，让我们自己酿造的葡萄酒更加安全。加了澄清剂之后呢，我们要给它充分的搅拌上2到3分钟。现在我这个工具就派上用场了。把电钻给它接上，然后这个刚好可以从瓶口插进去。行了，这样应该就充分的搅拌均匀了。我们盖上瓶盖，再静置几天，等它充分的澄清了，就可以装瓶了。我现在把它拿回室内静置。我这个葡萄酒已经在这个瓶子里面静置了3天了，现在已经澄清了不少。我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瓶子里去。这个酒确实是比以前澄清了不少，不过数量现在只剩下以前的3/4不到了。我现在准备一个空的、已经消过毒的红酒瓶，接下来就可以装瓶了。